上回说到，曹操合力将魔人奥兹打倒，虽然路飞的影子没有回来，但奥兹因为脊椎被打碎，身体已经无法活动。莫利亚勾击跳墙，用出极限大招，吸收掉了岛上所有僵尸的影子，足足有上千人，变身成为一个巨型怪兽。看这回路飞如何化身奥特曼暴揍怪兽莫利亚。此时天空马上就亮了，路飞等人的影子还没有找回来。就算没有太阳光的威胁，岛上这些包含草帽团在内的牺牲者们，想要打倒怪兽莫利亚，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吸收了100人影子的梦魇路飞可以吊打奥兹，吸收掉1000人影子的怪兽莫利亚，只怕比梦魇路飞更恐怖。他的身体里同时也包含了路飞、索隆等人的影子，这么打真是太开挂了。不过莫利亚从外形来看不是很舒服，甲状腺肿大的过分，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想捅一下的冲动。莫利亚蓄力打出一拳，大地被一招震裂，那些被夺得影子的牺牲者们眼看打不过，耗也耗不下去，当机立断放弃和莫利亚硬刚，转身向黑暗森林里跑去。此时朝阳一点点升了起来，玻璃窗反射的阳光照在一个牺牲者的身上，瞬间燃起火焰。这就是失去影子的牺牲者们的结局，不藏起来的话，只能在阳光下灰飞烟灭。罗拉的船员们呼唤罗拉一起跑路，罗拉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平静地说道：“你们逃吧，我可是责任人啊。”罗拉看向草帽团，这些人也被夺走了影子，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与莫利亚对峙。难道他们不怕死吗？不是，他们是想让更多的人活下去。罗拉的属下很绝望，就凭他们这些血肉之躯，还想打赢莫利亚？别扯了，莫利亚一拳头就干崩了整座小岛，力量远远超过了奥兹，除非去请如来佛祖，要不然毫无胜算。罗拉却毫不动摇，如果那些人不放弃，我也不会离开这里。顺风局的时候就对人家感恩戴德，逆风局就抛弃他们留着大吉，我们是那种无耻鼠辈吗？太阳缓缓升起，岛上的阳光越来越长，站在原地的罗拉暴露在了阳光之下，疼痛让罗拉不自觉地呻吟一声。船员们呼唤罗拉躲进阴影之中，罗拉却稳住双脚，坚定地看着前方，或生或死都没有关系。草帽团面对巨型莫利亚根本没在怕的，索隆这些久经沙场之人凭着莫利亚的形态和气息就已经感觉到这家伙只是在做最后挣扎而已。因为极度的愤怒和愚蠢的自卑让莫利亚接近暴走，失去理智，他这种甲状腺肿大的形态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大家甚至怀疑莫利亚吸收进去的影子全都堆积在脖子上了，他这样的状态放任不管的话一定也会自生自灭。现在棘手的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一定要在被阳光照射之前打败莫利亚，拿回影子，这样才能救下所有人。路飞踏前一步准备开战，罗拉的船员们对草帽团的觉悟深表怀疑。现在的莫利亚相当于拥有1000人的力量，连草帽团这些变态选手的影子也在里面，怎么可能会赢呢？索瞥了赤化群众们一眼，冷冷的回道：“想观战就闭嘴好好看着，这场与莫利亚的战斗我们已经赢了，只不过是为了赶在阳光照射下来之前再与时间赛跑而已。莫利亚现在只是短时间的一种力量发泄，不足为虑。到底是我们先在阳光下化为尘埃，还是莫利亚先暴毙呢？”路飞开启2档，莫利亚挥拳而下，路飞嗖的一下窜开，躲开莫利亚的重拳后，抓住莫利亚的腰带，弹射过去将莫利亚撞翻。这一下暴击把莫利亚堆积在脖子里的影子给打了出去，莫利亚撑不住，张开大嘴，数十只影子向外飞散。路飞找到制胜密码，用喷气火箭炮连接莫利亚肥胖的身躯，把他身体里的影子硬挤了出来。这一套连招下去，莫利亚起码损失掉了100人的影子。因为身体内影子承载量过大，莫利亚意识变弱，控制能力下降，对影子的支配力也变弱。人的能力总是有极限的，就算他自己是影子控制者，也无法完全控制住1000人的影子。因为路飞的一套连招让莫利亚失去了很多影子，莫利亚逐渐恢复了意识，强撑着身体与路飞周旋。莫利亚召唤出影子蝙蝠群袭击路飞，蝙蝠群没有将路飞围在中间围攻，而是迅速在路飞的周围筑起一个黑色盒子，将路飞封锁在盒子里面。接着莫利亚操起拳头，用足以锤碎小岛的力量锤向黑色箱子，黑色箱子瞬间被砸扁。莫利亚还是觉得不解恨，一脚接着一脚猛踩黑色盒子。像你这样的小鬼自以为是，反抗七武海，这就是下场。这个世界上秃头鸟只会被消灭而已。莫利亚狠踩了几脚，黑色箱子都被压成照片了，普通人估计已经被压成肉酱，路飞却毛事没有。物理伤害对橡胶人来说没什么大用，路飞一拳头干开黑盒子，全身呲呲喷射蒸汽。不管是小鬼还是出头鸟，我不会被任何人打败，因为我是橡胶。莫利亚嘲讽路飞，口出狂言：“你这个小兄弟缺少社会的毒打历练呀！”路飞给自己的拳头猛吹一口气，拳头鼓气球变得几乎与莫利亚一样巨大。我现在就让你把影子都吐出来，先给你历练历练。弗兰奇惊呼：“2档加3档一起用，这小子要干嘛？要上天吗？”
乌索普满脸担忧，因为上次打陆奇的时候使用2档，路飞就全身无法动弹了。这次2档加上3档，这简直就是在拼命，身体要被撕裂了。路飞毫不在意，将拳头里面的空气吸入身体，身体瞬间膨胀成了一个圆滚滚的橡胶球。路飞双腿蓄力，瞄准莫利亚，直接撞了过去。路飞以极大的冲击力撞在了莫利亚的脖子上，莫利亚一声哀嚎，身体里的影子喷涌而出。为了不让这些辛苦收集来的影子流失，莫利亚捂紧了嘴巴，试图把影子们咽回肚子里。影子们，你们的支配者是我！围观群众大骂：“这小子太缺德了，根本不打算把影子还给我们！”罗拉不甘心，站出来大吼一声：“我的影子！3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装着你的僵尸，你现在就在那里吧！听到就快回来吧！”阳光照射到罗拉的额头，火焰烧得更旺盛。船员们立刻将罗拉扑倒，恳求罗拉赶快躲进阴影里面。再这么耗下去，身体很快就会消失了。罗拉死死盯着莫利亚，不甘心呀，影子就在那儿。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和自己的影子距离如此之近，错过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没有了。重新活在阳光下的机会，可能也只有这一次了。船员们也很激动，可是一想到对方是七武海，再大的激情也被浇灭了。七武海是普通人永远无法逾越的大山。影にも一言あるぞ。お前海賊王になりてえんならしっかり俺についてこい！路飞一个瞬移冲出去，耗尽力量，狠狠地撞到莫利亚的腹部。莫利亚持不住力，退后几步，撞毁了一栋建筑，被建筑物压在下面。身体里的影子再也抑制不住，在嘴巴里翻滚沸腾，迫不及待地要冲出来，回归主人的身边。混蛋草帽，去吧，去新世界见识见识，真正的噩梦就在新世界。莫利亚的嘴巴哇的一下喷出一道冲天黑柱，那是数百个影子急于奔向自由的奔腾呐喊。阳光顷刻间洒满大地，光芒如同炽热的烈火，将索隆等人卷入其中。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影子群从莫利亚的身体中喷射出来，接着各自飞回主人那里。魔鬼三角洲附近领域，那些被莫利亚剥夺了影子的海军海贼，看到自己的影子飞回来，终于重新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激动的泪流满面。难道是什么人打败了莫利亚？那些人摇摇头，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莫利亚可是和四皇凯多交过手的人物，能打败他的人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家伙呀？被阳光烈火灼烧的路飞等人得到影子后，自然也恢复原样，完好无损地站在朝阳之下。乌索普他们都要吓哭了，差一点以为草帽团要解散了。罗拉和那些牺牲者更加激动，多年来的黑暗生活终于结束了。阳光、水、空气这些上天赋予人免费的东西，肆意挥霍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当这些东西从身边消失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和那些昂贵奢侈的东西比起来，才是最可贵的东西。老色批阿萨姆被打败后，一度处于沉沉的春梦之中，无法自拔。暖阳之下，霍古巴克贴心地唤醒了睡梦之中的阿萨姆。阿萨姆睁开双眼，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美丽的娇妻，而是粉色野猪僵尸那张巨脸。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罗拉。野猪罗拉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仔细看看，这个家伙已经没有生命气息了。霍古巴克医生坐在一边，告诉一脸懵逼的阿萨姆，他们的老大莫利亚已经被打败了。阿萨姆差一点没跳起来，莫利亚被草帽路飞给打败了，简直不可思议。不过看霍古巴克的样子，一点也不难过，也不害怕，他好像还挺兴奋。阿萨姆看着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看就要晕过去的霍古巴克，问道：“你至于激动成这样吗？”霍古巴克断断续续地说道：“虽然恐怖的三鬼帆船毁了，不过我可不想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所以你有什么打算呢，老色鬼啊？不好意思，我的老伙计。”阿萨姆愣了愣，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只不过是一个给新世界大佬送隐身果实的路人而已，我能有什么打算？草帽团围聚在路飞身边，看着路飞从迷你手办版恢复成正常大小，大家都不自觉地心疼了一下。使用巨人档位之后，根据时间长短，路飞会缩小很多。路飞新的战斗方式给身体带来的负担太重了，如果未来遇到更厉害的敌人，光靠路飞一个人拼命怎么行？众人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点点头，大家要一起变强，才能助路飞成为海贼王。转过头，一张僵尸脸映入眼帘，大家吓了一跳。来者正儿八经的说道：“我不是僵尸，我是受了重伤的老人家。”山治一眼认了出来，这不是之前在墓地见到过的大叔吗？岛上那些被莫利亚夺的影子的牺牲者们组成了个受害者协会，这个长得好像僵尸一样的大叔居然是协会的会长。会长大叔和罗拉带领众人跪谢草帽团，并表示无论如何也想为草帽团做一些事情，以报救命之恩。食物也有，女人也有，就是罗拉，所以可以尽管提出来。草帽团表示，食物和财宝留下，女人请你们带走，我们是正经海贼团，只劫财，对女人没有任何兴趣。这时，一个不大不小、充满磁性的温柔声音从上空传来。众人抬头一看，一个长得像熊一样的男人正坐在一处石堆上，翘着二郎腿，好像在和什么人通电话。那没看到暴君熊的一刻，腿都软了。
他努力抑制自己愈加急促的呼吸，稳住情绪，接着用平缓的声音告诉伙伴们：“大家请坐下来，冷静地听我说。这座岛上还有一个王下七武海。”大家看向暴君熊，冷汗都流出来了。罗拉船员们对暴君熊的大名早有耳闻，这家伙就是那个以残酷而出名的海贼。暴君熊手中的电话筒中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好不容易才决定克洛克达尔的继任者，再多一个七武海的空位就糟了。他还有一口气吗？暴君熊平静地回答：“不知道。”电话中的男人说道：“只要还活着，就等他恢复，暂时继续担任七武海，之后再做处理。要是接二连三被干掉的话，七武海的名号就失去威严了。这个消息不能流传到世界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不能让莫利亚被干掉这件事存在目击者。世界政府下达特别任务，包括草帽一伙在内，将那座岛上所有人全部抹杀。”暴君熊平静地说道：“小事一桩。”暴君熊很平静，下面的群众很躁动。刚刚我们出现幻听了吧？他是不是说了全部抹杀？大熊挂断电话，缓缓站起身来，屠杀开始。不止那些吃瓜群众，连草帽团也慌了。光是搞定莫利亚一个七武海，就已经搭上了草帽团的全部战斗力。主要战力路飞昏迷不醒，无法继续战斗。这种情况下，还怎么应付另一个七武海呀？此时出手和送死有什么两样？索隆一脸淡然，慢慢走上前，拔出3袋鬼彻。纳美提醒索隆小心行事。这个家伙不仅能让人突然消失，而且似乎还有瞬移的能力，应该是某种能力者。大熊仿佛回应娜美一般，缓缓摘下手套，只听脆脆的一个噗声，大熊庞大的身躯原地消失，眨眼间站到了人群中间。众人举起刀剑，但身体因为恐慌止不住的发抖。先不论是暴君熊的能力和身份，但是这份居高临下的压迫感足以让人头皮发麻。人恐慌到极点，就会产生没有理智的勇气。罗拉手下船员们硬着头皮提刀冲向大熊，好不容易获得自由，怎么可能死在这种地方？没有人可以阻碍大家回到大海。罗拉船长到底是见多识广，大声呼喊，试图阻止大家无脑送死。眼前的这个家伙太强大了，根本不是他们这种级别的选手能够对付得了的。不过已经晚了，只见大熊一掌拍过来，一个熊掌形状的冲击波击向人群，砰的一声，冲击波所到之处，所有人都被轰成了粉末，地面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众人吓傻了，这家伙的战斗力远远在莫利亚之上，强大到可怕。就在众人愣神的功夫，暴君熊一个瞬移来到了索隆身后。小老弟，听说你要挑战我？